今天告诉你一个残酷的真相，如果您现在还看不懂为何全球央行在4月份又开始大买黄金，那您辛苦累积的资产可能就危险了。根据世界黄金协会最新数据，全球央行在4月份重新开启黄金净买入趋势，单月增持幅度高达17吨。相比3月份来说，这是一次大幅度的 V 型反弹。当一般投资人还在为近期的股票或虚拟货币涨跌而感到情绪起伏时，各国央行却已经在大手笔将手里资金换成不生利息的黄金。这背后的隐藏逻辑，正如股神巴菲特的名言：风险来自于你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对于我们一般投资人来说，如果看不懂全球央行的集体操作，仍然盲目将所有资产押注在单一货币或债券上，那无疑是将自己暴露在巨大的系统性风险之中。央行大举购买黄金的背后，本质上就是对现行美元体系投下一张不信任票，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去美元化趋势。在今年4月份，波兰依然是全球黄金的大买家，单月净购入高达14吨，这使得波兰央行今年至今的黄金总购买量达到45吨。目前波兰的黄金总储备已达到595吨，惊人的是，黄金占其总外汇储备比例已高达 30%。波兰作为一个临近地缘政治冲突的东欧国家，他们对地缘风险的感知是最敏感的。当危机可能来临时，钞票很可能只是一张印有数字的纸，唯有黄金才是真正能够跨越国界，不依赖任何国家信用背书的硬资产。此外，中国央行4月的黄金储备约2321吨，环比增加约8吨。这已经是中国央行连续第18个月增持黄金。根据历史数据，这是中国央行自2024年11月重启购金以来第二大的单月购金吨数，仅次于2024年12月。中国连续18个月不停买，这绝对不是短线操作，而是一个国家级别具备高度战略前瞻性的长期政策。除了波兰和中国这2个购金大户之外，捷克央行在4月份也净购入2吨黄金。目前捷克的黄金储备达到79吨，占其总储备的 6%。 在黄金减持方面，乌兹别克央行在4月份出售1吨黄金，如果按今年年初至今的累计计算，乌兹别克依然是全球黄金的净买方，累计净买入达24吨，这一规模在全球仅次于波兰。目前乌兹别克央行的黄金储备占其总储备的比例高达 88%， 大约414吨。可以说乌兹别克的国家资产几乎都是由黄金所构成。此外，俄罗斯在4月份延续近期的抛售黄金趋势，单月净售出6吨黄金，这已经是他们连续第4个月净售出。而3月份最大的黄金抛售方土耳其央行，在4月份的黄金储备则基本持平，主要原因是他们的短期黄金与美元互换合约到期所导致的数据波动。如果我们将时间轴拉长，从宏观格局来看，东欧和亚洲的央行凭借强劲买盘，持续在全球黄金购买中占据主导地位。在过去的36个月当中，全球央行整体平均每月净买入29吨黄金，而东欧和亚洲的央行则平均每月能净购入约11吨的黄金，占全球央行接近80%的净买入量。看到这里，先停下来思考一个问题：为何这些东欧与亚洲央行
要如此不停地将外汇储备拿去换成黄金？这背后最核心的逻辑，就是希望透过黄金来降低对美国资产的依赖，也就是去美元化。长期以来，全球的货币体系是以美元为核心的，各国透过对美贸易赚取美元，然后再将这些美元拿去购买美债，以赚取稳定的利息。这套系统在过去全球化时代已经运行几十年。然而，这系统有一个关键的前提，那就是世界各国对美元的信用以及购买力必须保持高度的信任及认同。但现在，这个以美元建构的系统正在发生动摇。首先是美国政府的债务规模高达40兆美元，已经不可能清偿的前提下，只能靠不断印钞票、发新债还旧债的方法，透过侵蚀货币的购买力来稀释庞大的债务。这就是为何近年来全球集体面临严重的通膨压力。巴菲特曾分享有关货币购买力贬值的理念，他认为通膨是一种无形的税收，会悄悄偷走投资人手中货币的购买力。因此，如果你长时间持有不断贬值的货币，那注定成为输家。对于各国央行来说，他们的首要任务是确保国家资产的安全与购买力的维持，而不是像基金经理人那样去追求几倍以上的超额利润。当央行发现把几千亿以上的资产全部押注在美债和美元上时，不仅要承受美国财政赤字带来的通膨贬值风险，更要承受地缘政治带来的信用风险。过去今年发生的国际制裁事件，已经让许多新兴市场国家看清一个残酷的真相：储存在海外的美元资产，随时有可能因为外交立场的不同而被冻结甚至没收。在这种情况下，黄金的结构性优势就毫无保留地展现出来了。黄金是全球唯一的非信用资产，它不属于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央行可以凭空印制黄金。正如摩根大通创办人 J.P. Morgan 的名言，只有黄金是货币，其余都是信用。当全球信用体系出现裂痕时，增持实物黄金以降低对美国资产的依赖，就成为各国央行在长期战略上唯一且必然的选择。当然，看懂黄金长期看涨的结构性牛市之后，也绝对不能忽视市场目前的短期风险与逆风。近期高盛就提出警告，虽然4月份全球央行重新开启了黄金扫货模式，让黄金的需求重新回稳，但当前的增速已无法与去年历史级别的水平相比。与此同时，去年推动国际金价一路上扬，甚至突破历史新高的上涨动力，目前似乎尚未回归。过去曾标志黄金是场暴涨阶段的黄金 ETF 大量买入潮，现在已经不复存在。事实上，随着近几个月全球投资市场的热钱几乎都一窝蜂地涌入人工智慧、科技晶片以及记忆体储存等热门领域，黄金 ETF 反而出现持续的资金净流出。这凸显出一个市场现象：目前的热钱与短线投资客更关注在黄金面临的短期逆风，而非长期的结构性牛市。特别是随着美国经济在高油价、高利率的环境下展现出意外的韧性，使美债收益率和美元汇率在近期持续攀升。在美元依然维持强势、利率居高不下的情况下，持有黄金的机会成本就会偏高，导致许多原本选择购买黄金避险的资金
就会选择被动或观望的状态。这也意味黄金的短期前景确实可能仍然面临一定的挑战与压力。面对这种短期热钱撤离黄金，长期央行却在默默增持黄金的矛盾现象，我们一般投资人该如何应对？这时不妨回想巴菲特的另一句投资名言：价格是你付出的，价值是你得到的。在短线投机客的眼里，他们看的是价格，看到科技股在涨就觉得有吸引力，看到黄金 ETF 被抛售流出，金价在横盘整理，就觉得黄金没有利润空间。他们追逐的是价格的波动，希望今天买进，明天就能高价卖出获利。但各国央行看的是价值，看的是在未来的10年甚至20年后，当全球货币体系发生结构性转变时，哪一种资产才能真正保住国家的财富命脉。当短线资金因为追逐人工智慧相关类股而选择抛售黄金时，黄金的价格确实可能会出现暂时回档，但这恰好提供长线资金，特别是各国央行一个绝佳的逢低布局买点。这不正是完美呼应巴菲特所说的，在别人恐惧时贪婪，在别人贪婪时恐惧吗？当现在大众对黄金市场感到冷淡，疯狂涌入科技股时，央行正冷静低调地在台面下捡便宜。我们必须明白，黄金长期看涨的逻辑从来没有改变，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正在变得越来越稳固。去美元化不是一个口号，而是一个正在发生的现在进行时。当波兰、中国、捷克等国家央行持续不断地将黄金搬进国库，当全球央行在过去36个月内平均每月净买入29吨黄金时，这股庞大的结构性买盘就会形成金价长期的强大支撑。短期的逆风都只是漫长大趋势中的小波浪。对于我们个人的资产配置而言，绝对不能对这场正在发生的金融去美元化大潮视而不见。适度地参考全球央行的避险思维，在自己的资产组合中加入一定比例的黄金避险资产，才是确保我们辛苦累积的财富在未来不被通膨与货币贬值所吞噬的明智之举。如果您希望掌握黄金最新资讯，欢迎订阅本频道，我们将持续为您追踪财经资讯。您每一次观看所投入的时间，都将在未来转化为更清晰的判断以及更稳健的回报。感谢您的专注聆听，我们下期再见。祝各位投资顺利，拥有平静且充满智慧的一天。